继 Leapmotor C10 之后 ，Leapmotor Malaysia 推出了第2款电动 SUV， 也就是 Leapmotor B10。但注意 ，B10 不是 B segment SUV， 它是 C segment SUV。同级竞争对手有 BYD Atto 3、Proton E Max 7和 MG S5 EV 等等。这个级别的电动车是最拥挤的，最多竞争对手都是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呢 ，Leapmotor Malaysia 就推出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价格，它是从108,500块到119,500块起，所以这个价格很明显就是瞄准了 Proton E Max 7 BEV 来打的。所以今天这期我们主要就会单挑，我们拿这个 Leapmotor B10 就设计规格跟驾驶表现来讲。为什么你不要买 Proton E Max 7 BEV 而去选择 Leapmotor B10？ 那它比 E Max 7厉害在哪里？那它有什么地方又输给 Proton E Max 7？ 所以影片开始之前，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然后like一下 Facebook page， 记得 subscribe 这个 YouTube channel。Let's go！ 这个比较长续航版本的 Leapmotor B10 呢，采用 67.1 kWh 的 LFP 电池，434公里的 WLTP。实际测试在360公里左右，支援是1 kW AC up to 168 kW 的 DC，E Max 7在100 kW DC。非常简洁的内饰设计，采用14.6寸的 2.5K 萤幕，还有8.8寸的 LCD 显示屏，然后它有 wireless charger 和60瓦的 USB 接口，所以你要 charge MacBook Pro 应该是可以的。然后 Live 版本6个 speakers，Design 版本12个 speakers。注意，只有高配的 Design 版本提供了 Shadow Grey， 也就是这个浅色的内饰，采用 Eco Leather。低配的是 Fabric 布料座椅。然后车身外观的话，只有 Design 可以选择 Blue or Purple 的这个配色。Leapmotor B10 的轴距是2735个 mm， 比 C10 短了90个 mm， 然后 E Max 7是2750， Atto 3跟 MG S5 EV 都在2720、2730左右，所以是一个标准的 C segment 轴距。但不同的是，它是后置马达、后轮驱动，但不是每一个电动车都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 setup。注意 B10 跟 C10 的外观造型虽然有一点像，但这两台车子是采用不同的平台。B10 是最新的 Leap 3.5 平台，而 C10 的 Leap 3.0 支援 REEV 增程版，也就是说呢 ，B10 的这个平台是不会有 REEV 就有引擎的版本。所以轮胎尺寸的话呢，这个是18寸，然后 E Max 7是19寸 ，Leapmotor C10 就是20寸，所以这个车子就是时下最容易找到的一个电动车的尺寸啦，就是行李箱空间有。后排乘坐空间 OK， 然后整个座舱等等，它的能耗效率也做到不错。行李箱空间方面呢 ，B10 有430 litre， 而 E Max 7有461 litre， 稍微大一点点。但是 B10 的前面有一个25 litre 的 frunk， 驾驶座跟副驾驶座椅可以完全躺平，我可以这样子来躺。然后我现在可以做日光浴了，你看到，因为它有这个无敌海景、无敌天景啊，我可以看到整个很大片的这个晚上可以看星星啦。然后你躺到这边的时候，冷气刚刚好可以吹到你，是不是贴心？是不是很周到 ？Right， 欢迎大家收看 Leapmotor B10 的马来西亚公路测试心得报告。那我上一次是驾这个 Leapmotor B10 呢，是在法国南部的尼斯，那个时候是参加国际媒体试驾，就是左舵版本 Left Hand Drive 的，那这个就是右舵版本 Malaysia version 的 Leapmotor B10。那马来西亚市场拿到的有2个版本，一个是 Live 和 Design， 电池大小不同，但是电动马达的输出是一致的。都是160 kW 和240 Nm，基本上市面上这个级距的 C segment 电动车的扭力都是在 either 是240或者320，像 Leapmotor C10 就是320，然后这个 Proton E Max 7 BEV 也是320，所以加速。当然320 Nm 会给你贴背感，可是240
我觉得那个差别不大啦 ，maybe 少了20% 的扭力，感觉上，因为电动车是瞬间扭力嘛，所以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基本上，它都很有力啊，你不可以拿汽油车的这个动力数据来衡量它啦。所以我觉得这台 Leap Moto B10 啊，我开了几天之后，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高度 speed bump friendly 的车子。你知道我住这个 area，非常多的 speed bump， 非常多的 roundabout， 所以很多时候电动车，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电动车这个价位都是很软很 soft 的，但有时候你又不能太硬哦，你知道吗？像 Countryman， 砰砰，你每一次过墩都好像拿自己的那个脊椎骨的那个耐受力来消耗啊，你知道吗 ？OK， 你看现在这样子的中等的，给它处理到很 smooth 很丝滑，然后当你在加速的时候，你看到吗？它的整个方向盘是很淡定的，它不会飘，你知道吗？你看。那为什么这个 Leap Moto B10 在加速的时候会很淡定，然后很 calm， 整个车子好像很悠闲这样子？因为呢，我们就拿 Proton EMA 7 BEV 来跟它 compare 啦。因为 Proton EMA 7的那个 GEF Platform 呢，它是一个前置马达前轮驱动，可是这个 Leap Moto B10 的 Leap 3.5 平台呢，它是后置马达后轮驱动。So front motor front wheel drive 跟 rear motor rear wheel drive 这个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看似都是一个4厢门轴距的电动 SUV， 虽然看似空间大小差不多，乘坐空间差不多，行李箱空间差不多，但是其实你只要稍微对驾驶有一点了解，稍微对驾驶有一点要求，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Leap Moto B10 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是在这个价位，大家都是卖119千高配版，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那一种后轮驱动的 hatchback 后轮驱动的 sedan 来开，因为就算它是后轮驱动，它还是一个 SUV， 它的车重都是在你知道吗？1800多公斤左右，然后再配合这个 regen 等等，所以在正常直路开，必须凭良心讲的，你前轮驱动跟后轮驱动的差别，并不是天差地远，差到很大。但是哪怕是只要过一点点的 corner， 你去摆 steering， 看到吗？因为前轴不需要负责驱动车子，所以整个重量传输方面，它更加的50-50啊，比重分配，所以你可以更加精准的判断，你可以更加精准的预测。当然讲到 steering wheel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 driving 这边呢去调整它的 steering mode， 有 comfort、standard 跟 sport。但是啊，像我之前在法国的时候，我有测试到，其实 comfort、standard 跟 sport 的差别 maybe 加 5% 加 5% 加 5% 罢了。你去到 sport， 它还是很 soft， 它还是很怎么讲，不够紧实，不够硬的感觉啦。当然你其实真的去到 comfort， 它就很软到真的是完全没有指向性了啦。所以我还是可以 drive sport 啦，因为对我来讲这个 sport 就好像 comfort 这样子。So acceleration mode 的话，它有 comfort、standard 跟 sport。So comfort 的话因为它主要是控制你的 pedal 加速 under power， 你会 feel 到车子没有力。与此同时，对乘客来讲就没有这么折腾，因为那个爆冲感就减少了啦。然后 Sport Mode 的话，因为它0到100就8秒 ，OK， 所以不管你 Sport Mode 还是 Comfort Mode， 我觉得它不会起到很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当然你还可以玩的东西就是 Regenerative Braking Regen， 你知道吗？你有 Weak、Medium 跟 Strong， 然后最新 OTA 之后，它也多了这个 One Pedal Mode。但是你注意你只有在 Parking Mode 的时候 Fully Stop 还不可以你要 Parking Mode 你才可以启动 One Pedal Mode 或者关闭 One Pedal Mode。这个有一点奇怪啦，因为大部分我试驾的电动车都是你要开就开，你要关就关，好像是 Smart #1 #3， 每一次你在开 One Pedal Mode， 它要给你读一个10秒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也是 nerve 的啦。讲真的，我上次在法国第一次看到它用玲珑轮胎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抱有很多的怀疑，因为玲珑轮胎嘛，你知道吗？所以驾起来 OK 啦，卖险袂歹啦，我能讲 OK， 卖险袂歹，爱险掉，哔哔哔啦 OK。So 我们现在要出错，我们就稍微去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Sport Mode。Sport Mode。给大家稍稍的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起步加速的感觉是如何。哎，这边放着，那些人放大选购一直叫，是叫你大选购，不是叫你 wave and go， 你知道吗？哎呀，你欧浪啊！放这罢了。You ready? 3, 2, 1。100，给我，就100了。而且我最喜欢这种后驱电动车的地方，就是它不会 wheel spin， 它不会你知道我印象很深刻，最早我开很初代的 Hyundai Kona EV 是吗？呀，哇，那个 dog 卸到没有朋友那种的嘛，你一脚下来它就，因为瞬间扭力，然后你又放前驱，是我个人啦。OK， 你知道，你问我个人的话，如果可以选择有前驱跟后驱，完全不用考虑，连想都不用想，一定是选后轮驱动、后置马达后轮驱动的电动车，因为就是不同，而且价钱一样，搞不好更便宜，你懂意思吗？因为在燃油车的时代呢，你从前置引擎前驱车到前置引擎后轮驱动，它有一个门槛啊。你在燃油车上面跟人家搏斗，你要到 shift 嘛，很多很繁琐的东西要做啊。你在直路，你在城市走停，后轮驱动的这个benefit 啊不明显。哇，你这样子highway 这样子 corner 压下去哇 my god， 你会 feel 到 Leapmotor B10 的 magic 真的就是在这个后置引擎、后置马达、后轮驱动的这个最根本性上的优势。当然了，这个领跑汽车在中国呢，领跑汽车在中国的 B10 啊，它是同级价位极少数配有 LiDAR 激光雷达的，所以他们叫降维打击，也就是 Leapmotor 在2025年可以获得很大成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降维打击。 OK， 它拥有比别人更成熟的这个中央计算、中央大脑然后价位又跟人家一样。我们知道车子很好价，我们知道它是同级卷王极致性价比的一个 package， but why？ 为什么我要给 Leapmotor 一个机会？为什么我有放着 Proton EMA 7不要买 ？OK， 我有一个第一国产品牌不要买 ？OK， 全马这么多销售网点，这么多销售网络，这么多 after sales service， 我不要买，我要买 Leapmotor， 我要买 Leapmotor。Why？ 为什么？告诉我 ，OK， 很直白的 ，OK，Proton 它不会跑的吗？你会问为什么，就代表Leapmotor有机会。Leapmotor 它虽然是一个2015年左右才创立，然后真正大量销售汽车是2019年之后的事情，是 COVID 前1年啦。可以imagine这个品牌多新嘛？但是呢，在 Leapmotor 的股权上面呢 ，Stellantis 集团注资20%， 就是那 Who is Stellantis？Stellantis 就是相信全球除了 Toyota、Volkswagen 之后 ，Stellantis 没有错是第3大的，也就是它旗下有玛莎拉蒂、Alfa Romeo、Fiat、Peugeot， 所有 BSA 跟 FCA 的东西都在 Stellantis 里面啦 ，right？ 所以换句话讲，这个 Leapmotor International 就是 outside of China 中国以外的市场 ，Leapmotor International Stellantis 占了51%， 然后 Leapmotor 浙江呢占了49%， 所以马来西亚很明显是 outside of China 所以它整个东西都是由 Stellantis 主导。像这个车子，你看它的 brochure 是写 Stellantis Gurun Sdn Bhd， 因为它早期它是从这个浙江 CBU 进口到马来西亚，可是后期呢，它将会逐步的成为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车型，然后它的厂在哥大，不是 Gulim 是 Gurun， 所以从 Gulim 去 Gurun 应该还有一个距离啦，所以 Gurun 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然后那个 Gurun 的厂也是组装 Peugeot 的车型等等，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在买一个 Peugeot 的 family 的车子 ，OK，
put it this way， 所以这个也是 Leapmotor 在打开欧洲市场的一个大门的钥匙啦。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市场呢，在过去2年多经历了 EV Tax-Free Holiday， 也就是说，不管是 CKD、CBO 都是 0% Excise Duty。0% Import Duty， 可是从2026年开始呢，这个假期已经结束，所以所有的车厂，你要嘛你就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你不然的话，你新的品牌或者说新的车型不可以卖低于25万马币，就是250千。所以啊，变成说现在消费者要购买的时候，它不像之前这样子有更多的选择，特别是当2025年的库存清完了之后，大家就要更加谨慎的去选择更少了啦。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 Leapmotor B10， Why？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一台很干净的电动车。那每次我一讲干净，大家就两不狗嘛，不懂我在讲什么。为什么讲它是很干净？因为有一些电动车呢，它是有燃油车的包袱的，它放不开啊 ，OK？ 就它要电动车，它又讲我给你 physical button， 因为安卓啊 ，come on， 我觉得你都要电动车了，你都要进入这个东西了，然后你还眷恋那些 button 是有一点 the bad 的啦。我个人觉得啦，你喜欢 button go for it， OK？ 很多 brand 还是提供按钮给你，可是我觉得你做东西做一半。你做东西做到不根本，你做东西做到不彻底，你做东西做到不干脆，你不爽快，你拖拖拉拉，你知道吗？你想要改革，就像有些政府讲我要改革，然后你只是在你知道吗？只是在做样子而已。So 为什么我讲它干净啊？因为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不关心，或者消费者也感受不到的，就是它整个平台 ，OK， 它是一个。它的束线啊，就是整台车子的 wiring cable 只有996 米，不到1公里。什么概念啊？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车 ，even 它是纯电动平台都好，它都是1500到3000米，也就是1.5到3公里的那个 cable 那个 wiring，OK？ 然后油车的话呢，通常是超过3公里的，所以它只有不到1公里的这个束线啊，就代表说它整个空间利用率上面，整个车子的 ECU 整合，你看它全车只有大概22个 ECU 而已。even 是纯电平台的电动车，同价位同级别的，可能都是超过50个 ECU。那以前燃油车或者 hybrid 车要超过200个 ECU， 所以996米的束线跟22个 ECU 是它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它够干净。中央计算大脑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它不是拿来主义，它不是说我现在成立了一个 TCY 电动车品牌，然后我跟人家买这个，跟人家买那个，跟这个买这个买那个，我再请一个德国设计师哔哔叭叭，我就可以底下出一个畅销的电动车，5价钱，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 Leapmotor 领跑可以成功，不是侥幸，它是有全占自研，自己研发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有人要counter这个论述，因为 Leapmotor 它全部东西都是自己研发、自研、全占自研，但是它的电池有6个 supplier， 6个供应商为了提供电池。然后你说 BYD 自己的电池，然后吉利集团有自己的黄金电池，巴拉巴拉，它没有，它电池是跟人家买的。不过你要知道 Tesla 主要畅销的车型，主要卖的电池也不是自己生产的，也是 either LG、either Panasonic。有些是 CATL，right？ 不同市场有不同的电池供应商这样子，所以重点是它的 recipe，OK？ 所以这个是能够应对整个，它不会给供应商掐着脖子啦，所以也是它控制价格的一个方法。因为通常如果供应商坐地起价，你就跌掉，我跌掉中文讲跌掉，你就跌掉给人家跌掉，懂吗？所以为什么我要买 Leapmotor B10 而不是 Proton E Mark 7 BEV 呢？后置马达、后轮驱动，它有更加精准的悬挂调教，把它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它输给 Proton 的地方呢，我觉得是音响系统，因为12个 speakers 跟那个16个 speakers 的 Flyme Audio 不能比。再来，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Lane Keep Assist， 当你每一次启动车子的时候，它会自动打开，或者当你的视线离开马路的时候，它又会自动重启，所以每一次你都要去开关这样子。再来高速行驶的话呢，它在柱子这边的风声有一点明显。
然后就里面功能性好不好玩的话，肯定波动更好玩。然后手机应用程序啊、资源充电桩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很明显，EMA是更胜一筹啦。But give and take，OK，东西没有完美的，没有绝对完美的车，只有绝对适合你的车子，相对适合你啦，不要讲绝对啦。OK， 我们讲话不能够讲到这样子啊，等下给人家抓到就够力了，对不对？我们要一样的，跟 Leapmotor 一样，我们讲话也要很有弹性，我们讲话也要很有伸缩性，我们讲话也要有很多 buffer zone 啊 ，OK， yeah，you know it， you know it，if you know it，you know it，yeah，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去玩看。